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有两个，都是跟两会有关，一个是外交战狼王毅身段放软，第二个是中共反贪不起劲了啊。那么，今天呢，就主要是人大常委会的，就今天是大会啊，大会下午开啊，上午呢之前呢就有一个王毅的记者会啊。那么今天的大会呢就有3个报告，一个是人大常委会的报告，第二个是这个高检高法的报告。那么基本上这3个报告是最不被关注的报告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一下，中间还是有些东西。那么在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有2个记者会是最受关注的。第一个记者会当然是这个总理的记者会，就是闭幕的那一天，闭幕大会结束就有一个总理的记者会啊，这个记者会是最受关注的，基本上这个会就整个会议进行采访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外交部长的记者会。外交部长的记者会，那么基本上中国在两会开始以后，他的外交部长的记者会都是最受关注的，因为中国的外交很多时候大家知道外交不透明啊，所有的国家外交都不透明，所以你的外长出来讲话呢，会很受关注啊。那么这次王毅的这个记者会呢，有一些报道，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还是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整个记者会我看完了以后啊，有几个地方是值得说的啊。第一个就是台湾问题，凤凰卫视问啊，凤凰卫视这个问题这么问，他说我们关注到此前美国川普政府解除了美台交往限制，也有智库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爆发危机列为全球最高潜在冲突。请问中方怎么看待美国的对台政策？啊，这个问题问的还是很到位的，很到位，因为还是台海问题是涉及到中美关系啊。那么王毅就说了3点啊，第一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法理事实啊，这是一个就是中国的3段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海峡两岸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大势所趋啊，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不会改变。中国政府啊，他就是说，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坚定不移啊，我们有能力啊，其实最重点是我们有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啊，是第2点。第3点，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啊，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啊，这是其实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方一直在想办法向拜登政府陈述一个这样的红线啊，就是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没有退让空间。我们敦促美国新一届政府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关系3个联合公报啊，这是中国就是王毅在台湾问题上向美国，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向美国讲台湾问题的3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就是中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是一个红线啊，告诉美国这是一个红线。那么这是关于这个台湾问题啊，台湾问题。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中国有能力啊，一个是有能力，一个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是中美关系之间的红线啊，这是台湾问题啊。第二个就是中美关系啊，中美关系这个 NBC 问的问题 ，NBC 问这个问题问的还是也蛮好玩啊。他说，气候变化和全球疫情是中美两国未来合作的潜在领域。但国家安全和人权显然是美国新一届政府外交的核心，其中涉及到南海、台湾、新疆、香港和西藏等议题。为了稳定中美关系，你觉得
中美是否有双边对话的空间啊，并且在任何议题上，中国会在任何一个议题上让步吗？然后这个王毅的话呢，这个我为什么讲王毅的身段放软了呢？通常如果这个问题在1年前或者2年前的话，那王毅会痛击这个记者的提问啊。那这次呢，王毅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说，王毅说，谈到中美关系，首先还是要恪守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个原则，这是联合国宪章的明确规定啊。这当然讲了很长时间，很长一段，我就不全念了。那么美方早日，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绝不接受毫无根据的指责抹黑，绝不允许核心利益受到侵犯。长期以来，美国动辄打着所谓民主人权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在世界上制造了诸多麻烦，甚至成为动荡战乱的根源。美方应及早认识到这一点，否则这个世界将不得安宁。然后他就说中美关系了，他说中美作为2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美之间有分歧有矛盾在所难免，中美之间应该坦诚沟通，有效管控，防止战略误判，避免冲突对抗然后一大堆，我不念了啊。然后第3段就说，上个月农历除夕前当天习近平主席应约同拜登总统通了电话。这里现在开始讲应约了啊。大家知道战狼是什么？战狼一方面是演戏给海外看，表达了他的姿态，但是战狼主要的是演戏给国内看演戏给国内看。他这里就开始讲他我们这个习主席是应约意思就是这个邀请是这个电话是这个拜登发起的那么我们愿与美方一道全面落实这次重要通话的成果，共同推动中美关系辞旧迎新就是这个基本上你可以看他讲王毅在讲中美关系的时候，跟王毅在讲台湾问题的时候，这2个基本上是外交记者会上最重要的话题。那么这个最重要的话题，在这2个问题，王毅在这2个问题的回答当中，都表现出非常柔软的身段，在跟以前那一谈到这个问题，那就马步扎起来，开始这个眼露凶光，开始表现出那种战狼姿态的今天就完全不同了完全不同。然后记者会问中日关系这个记者也问得很到位。他说最近中国在海警法出台之后，日本国内提升了对中国的戒备感，因为海警法可以动武，海警法授权中国的这个海军舰执法过程当中使用武力那么对日本来说他们觉得有威胁，所以他们国内就准备，日本是说如果中国动武，日本会反击王毅就这么回答。你看这个态度看看他的态度。他说近年来中美2国领导人就双方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达成重要共识，2国人民在抗疫合作中谱写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佳话那么2国贸易投资合作克服疫情影响逆势增长这些积极进展表明，中日关系的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来之不易，值得珍惜。然后他说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中国颁布实施的海警法，他这个解释是这样的，这只是一项例行的国内立法，不针对特定国家，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这个话题，实际上包括日本在内很多国家早就制定和实施了类似的法律那么通过友好协商处理海上争议，不使用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胁，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也是中方同周边邻国之间的长期共识。这个话就一下就翻过来了，他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上来一谈
那钓鱼岛是中国历来是中国的领土啊，固有领土。那么日方应该吸取教训，没有讲这些了。你看，完全不讲这个日方应该吸取教训了，就开始讲这个对待日方的态度。现在你从王毅的这个陈述来看，态度大转弯啊，态度大转弯，这是一个啊。然后就关于这个他还说这个正像你所说啊，中美两国将先后举办奥运会，双方完全可以也应该相互支持，共襄盛举啊。这个话就已经完全不同了啊。这是中日关系啊。到了新疆问题啊，这应该是环球时报的问题吧？这送分题啊。近期，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污蔑中国在新疆地区采取行动，构成种族灭绝。对于这种污蔑，你怎么看待？中方怎么回应啊？你看看他的回应啊，就是说到种族灭绝，大多数人想到的是16世纪北美印第安人、19世纪的非洲黑奴、20世纪的犹太人，以及至今仍然在坚持抗争的澳洲原住民啊。澳洲原住民在抗争啊，这个。然后就是说，所谓新疆地区存在种族灭绝的说法荒谬绝伦，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谣，彻头彻尾的谎言。然后中间就是40年来，这个维吾尔人口从550万增加到1200万，人口增加了就没有种族灭绝了然后这个一些西方政客宁愿相信几个人编造的谎言，却不愿意听取2500多万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啊！2500人有心声，能说得出来吗？他说，我们欢迎更多的各国人士到新疆去参观访问，眼见为实，谣言终将不攻自破。上个月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是中国不让这个，我印象就是英国还有哪几个国家的这个外交部想去新疆，不让他去啊！你看，马上就这个。好，记者会我们就说这么多啊，内容我们再讲。其实这次记者会基本上，我从内容上来看，这是个非常 boring、非常沉闷的记者会，因为没有新意。没有新意的原因是什么？没有新意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过去1年啊，中国现在的外交态势处于僵局，中国也没有太多的新的政策出来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那么我们总结来看，整个记者会王毅的态度跟去年跟前年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这身段放软，狠话不多，狠话你看就是新疆那个说了一些狠话，但是也没有太多的狠话，就例行公事的呢说狠话。而且你看整个记者会，大家知道，通常这种级别的记者会，每个人提的问都已经事先安排好的啊，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提问。哪个记者问什么问题，中外记者要花开了问，有一部分给中国的记者问，有一部分给这个外国的记者问，有中央新闻单位，有地方新闻单位。你看，甚至这个深圳卫视都有记者提问，就是中央跟新闻单，他就花开了让大家提问啊，就是主体啊，中外中央地方都有，基本上这样啊。然后每个记者你问什么问题，基本上都讲好了的，这是安排好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问题问下来，整个的态势，王毅在这个记者会上整个的态势是什么？是个手势，不是个攻势。这跟19年、20年、18年这几年下来的这个记者会的态势完全不一样。特别是18年、19年，中国的那个记者会的开的那炮声隆隆，那这个王毅那个一开记者会，那嘴一撇，眼露凶光啊，就是战狼是从哪？王毅是外交战狼的首匹狼，但是你看这次记者会看的态度就不一样。那王毅呢，嘴虽然也是撇着，但是就没有面露凶光啊，这个整个的属于手势啊，这是第一个。
它为什么会这样？这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之前，川普政府这个大开大合啊，上来就这个中美贸易战打着打着，中美变成全面对抗啊，所以中美关系陷入了一个失去了政治基础的对抗状态啊。这是川普总统，直到川普总统下台，拜登上来，整体的态度就是两点。第一点，不理你，就基本上拜登的就不接你的茬儿，拖了半天，最后双方通了电话，其实没有任何的成果啊。习近平跟拜登的通话没有任何的成果，只是打了个招呼，只是礼节性的沟通了一下，只是唯一的可以算成果的成果就是双方的外交渠道算勉强的通上了啊，通上，但是没什么成果啊。这是一个，就是拜登政府的态度就是不理你，不接你的茬儿，不跟你玩，就这个态度。那么另外，拜登政府还另外一个态度就是跟全世界其他国家玩，特别是跟和中国有对抗的国家，这个双方就开始搞关系。那当然，最近三个月，我讲，拜登政府上来3个月，什么事都不干，先把国内的问题搞定，就是这个想法。所以对外的态度就是中国不理，放到旁边晾着它，然后跟盟友勾肩搭背，建立各种关系，然后重点放在国内，这是拜登政府现在的态度啊，这样的态度。那么在这种态度之下，中美之间是没有寸进，中美关系没有寸进，没有一点点进步啊。所以对于大家知道，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和基础。如果中美关系处于僵局，中国的对外关系都是处于僵局。虽然都很忙，你看王毅也好，杨洁篪也好，都非常忙，但是没有成果，这是第一个啊，就是中美关系没有进步，就是拜登政府软硬不吃啊，这个吹不得打不得，又不敢翻脸，脸又翻不过来啊。那不翻脸呢，搞一下呢，在中国主要是在2个领域。一个领域就是在台海不断的派战机去袭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是这个。但是你可以看到，拜登政府的措施呢，没有别的，直接派航空母舰去，然后让这个侦察机不断的沿着中国海岸线巡逻，就干这个。所以实际上这个军事压力是非常大的，2艘航母在南海现在，然后就邀请其他的盟国不断的派海军来南海巡逻，甚至连德国的海军军舰都去南海巡逻。你说中国现在这个局势其实很紧张，很紧张，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是中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是渐行渐远。尤其是欧洲啊，欧洲的态度变化是最大的。过去1年，欧洲的态度变化非常的大。那么，欧洲态度变化的大的原因啊，就是整个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判断慢慢的趋同，就是对中国的战略判断，就是说中国是个战略威胁。你无论是欧盟也好，无论是这个英国也好，日本也好，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慢慢的统一起来。那么这个统一起来跟中国对西方的看法完全形成了非常尖锐的对立。那么过去一段时间，过去5年10年，中国自己认为我们在大国崛起，我们大国崛起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只卖一个国家的账啊，这个国家是谁呢？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就是美国。我只卖美国的账，其他国家呢就是这样的态度啊。所以你可以看，过去10年，中国不断的跟日本，其实不断的敲打日本，让日本很难过啊。就中国不断的敲打日本，动不动张嘴就是你要吸取历史教训啊，然后就是钓鱼岛。
中国用2个工具敲打日本，一个就是历史教训，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钓鱼岛，不断的派钓鱼岛，就是不断的派海警船，派海警船去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敲打它，政治上敲打它，另外一个呢，就是让它没有形成有效的管制。就我每天都有海警船在那巡逻，那你说你对钓鱼岛形成有效管制，那是说不过去的，就这个。所以，然后中国对欧盟的态度，中国对英国的态度差不多，就是我只需要买美国的账，其他国家的账我都不需要买，就是压制，用压制的态度来。那这个跟西方、跟欧盟、跟西方国家的态度，它就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西方国家一看，哟，这是战略威胁，这个川普说的对，是战略威胁，大家都开始明白过来。那这就形成什么？形成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就开始慢慢的对立，对立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啊，这是第2个方面。第3个方面就是中国跟东南亚的关系，东南亚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啊，非洲、东南亚是中国的对外关系的另外一极啊，东南亚也好，非洲国家也好，对中国的态度是3个。第一个是畏惧，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畏惧啊，中国在东南亚国家搞的很多的政变、输出革命，那是有前科的，所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首先是畏惧。第一，它有前科；第二，它现在实力强大，对东南亚国家那是个巨大的这个压力啊，这是第2。第3个，依赖，它会形成依赖，一带一路也好，中国对这个东南亚和非洲的这种输出，资本输出也好，影响力输出、金融输出、经济输出都会形成这种依赖啊。那么当美国开始挑头，说你们跟我混，我帮助你，我支持你的时候，那么开始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对中国呢开始保持，它至少有个依靠，但是第三世界国家没那么快转过来，为什么？2个原因。第一个，中国对他们的渗透非常的深入啊，这个渗透很厉害，这是第一个。第2个，这些国家也搞不清楚美国到底想干嘛，得看清楚再说。所以其实第三世界国家，美国最难赢得支持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啊，因为美国在这个领域做的工作太少了，那跟中国没法比。所以大体上这个态势，中国的对外的态势就是一个这样的态势。那这个态势最终反映出来的、呈现出来的局面是什么？就是中国在外交上越来越孤立啊，越来越孤立啊。所以你看这个记者会上谈来谈去谈的这些问题，没什么料，没什么新意，就是因为局面打不开。你看今年谈的这些议题跟去年谈的议题差不多，没有新意。好，那我们就王毅这记者会我们就讲这么多啊，就不再讲，也没有太多的东西了。那么剩下就是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第2个主题，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和这个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报告，这3个报告呢，这个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主要集中在立法层面啊，我们就不多说。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报告呢，这里面主要呢2个报告都点了谁的名？点了赖小民，我们之前报道过的啊，就是这个叫这个是中国最贪污金额最高的一个贪官，17.88亿啊。那么赖小民啊，这2个报告都提到了赖小民，也都提到了谁呢？赵正永是原来的陕西的省委书记，也是贪污了7.17亿啊，2个都是枪毙啊。那么这里面有个数据值得一提啊，这个数据是什么呢？这个数据就是周强就是最高法院的院长，周强说啊，
2020年全国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 2.2 万件，涉及的人员是2万6千人。那么其中中管被告人为中管干部12人。什么叫中管干部？中是中组部，中管干部就是中组部管的干部。中共呢，就是对所有的干部分很多类型有党务的，有这个行政的行政部门，所以他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些人全部抓到手里。中管干部通常是重要岗位、级别比较高的干部，全部由中组部直接管理。这就是中共怎么控制政权。控制政权首先要抓人，抓什么人？抓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人，就是中管干部。中管干部抓了多少人呢？抓了12个，去年。那么全国法院审结的这个贪腐案件连续3年呈下降趋势那么2018年这个职务犯罪是2万8千件，有3万3千人到2015年就变成了多少呢？2万5千件，2万9千人。到了去年是2万2千件，2万6千件2万6千人那么连续职务犯罪的起诉的人数连续3年下降那么这个最高检察院的这个检察长张军是这么说，他说2020年这个全国检察机关移送的这个职务犯罪人数是19760人，起诉了是15346人。那么去年2019年，那么全国检察机关移送的这个职务犯罪的人数是24234人，起诉了18585人。那么实际上19年是大幅上升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反腐的职能发生了改变那么原来是什么？原来是2018年为什么反腐这个职务犯罪的人数一下子大幅上升？原因是这些职务犯罪的案件都是检察机关自己立案、自己侦查。到了2019年开始反贪的职能转到哪里去了？转到了监察委然后呢，反贪的案件呢就没有再由这个检察机关直接去查，由谁？由监察委去查完之后再交给检察院那这个中间这个案件就很多就被吃掉这一吃掉那么就数量少。那为什么这样？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那你想一下，习上台这么多年，对吗？那这么多基本上在重要岗位上都是习的人了。那么习重要岗位上面习的人，他这些人就开始用他自己的人，对吧？反贪，习的反贪是什么？习的反贪就是政治手段，贪是贪，那抓的肯定是贪，那抓的基本你只要抓基本上都是贪。他为什么抓他不抓这个不抓那个？那就是有的不听话，不是习的人那不就抓呗。这反贪变成习的一个政治工具，那么这个政治工具等他的人都差不多到位了，那你抓来抓去可能都是他的人，那干嘛去抓呢？就这种反贪的动力就没那么强，反贪动力就慢慢的减弱，那他就把这个反贪的这个距离拉长一点，反贪距离拉长就可以吃案子呗，就是这个原因很简单不复杂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今天看了一个社保局一个数据，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社保局讲了说，去年2020年为了减轻企业负担，
支持复工复产，阶段性减半征收职工医保单位缴费，2月到7月份，那么975万个参保的这个单位累计减征1649亿元，就是降费减税讲的就是这个啊。那么吹嘘啊，说去年降费减税2万5千亿，其实呢，只针对这个医保的呢，减少了1649亿，其中为企业减征是多少？1500亿。好，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就等于医保里面突然少了1600亿，支出那头是不会少的，钱哪里来？这不就有窟窿了吗？1600亿的窟窿吗？那么那个之前的这个财政部长楼继伟说，我们这个减征的这个产生的这个窟窿谁来填？怎么填？一定要填的，不填你就大家知道保险它是个不断的运转的过程，你有个窟窿你不填上，这窟窿永远在的，这是个问题啊，这是个问题，这就是顾头不顾店啊，这是一头。另外一头最可耻的是另外一个数字，他说呢，为了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各地医保部门向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机构拨专款资金194亿元，全年累计结算新冠肺炎患者医疗费用28.4亿元，其中医保基金支付了16.3亿元。什么意思呢？好，那发生了疫情发生之后，我们原来以为政府要大力的支持各地的医疗设施，对吧？医疗机构给钱拨款，原来1分钱没拨，原来1分钱全是谁拨的？全是医保拨的钱。医保的钱是哪来的？医保的全他娘的是老百姓的钱，原来合着政府1分钱没掏啊，1分钱没掏啊。然后呢，其中医保基金支付了全年为了治这个新冠肺炎患者费用，只花了28亿元。结算一下，原来这个新冠肺炎的病人只花了28.4亿元，其中16.3亿元还是医保掏的啊，医保基金掏的，合着这政府1分钱没掏。就是这是我们从这件事情你可以看，你看美国是什么情况？别说你要是有病，你去医院说你发热去，需要付钱吗？1分钱都不用付，全部政府掏，全部政府掏。原来中国的这新冠肺炎，原来全是中国老百姓凑钱来掏，凑钱来治的，不是政府掏的钱，1分钱没掏，原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人民为中心的这个治疗方案啊！人民为中心的治疗方案非常可耻啊！天天吹牛。好吧，那我们今天这几个主题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再提醒一下，请大家点亮小铃铛，参加我们的直播。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订阅是免费的讲清楚一下啊。好，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明谢魏唐，谢谢。好，提问：习近平在上任之初向党内承诺，长期执政的基础条件就是解决台湾问题，以换取元老和党内的支持。如今已过10年，也未做出太出色的成绩。如今国内的环境很像台湾戡乱时期，为了保持长期执政的合法性，他是否会为此在几年内对台湾动手？这一看就是国内的网友提的问题啊。那第一个，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承诺是有什么依据啊？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我再干一任吧，
就是通常按照惯例每一届每一任干2届每一任领导人干2届，比如说江泽民干2届，胡锦涛干2届，轮到习近平你也该干2届，2届1届5年，也就2届10年。那习近平就在党内跟同志们说我还想再干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个台湾问题该解决了，台湾问题再不解决的话，我们可能就解决不了了，台湾可能就永远的离开祖国了。那要解决这个台湾问题，我们现在条件具备一定的条件，你让我再干1届2届，那么把台湾问题解决掉，有这样的说法。这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一直认为，我就不同意，就是刚才这个网友的提这个问题。第一个，如果大陆内部就比如说中共内部高层评估有没有实力把台湾拿下，代价不谈，只谈拿下的能力，我认为从中共建政到现在，中共内部的检讨没有一次能够判断说能拿下台湾，打得下台湾我认为不管是习近平还是江泽民还是这个胡锦涛，但凡他得到了一个报告，就全面的评估，认为他可以拿下台湾，他1秒钟不会等待就会拿下来，包括江泽民。中共的任何一任总书记统一台湾这件事情对他们的诱惑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它的代价非常的小。虽然你说死了多少人，对他来说那都不算啥，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他自己的功绩，他有功绩他就有地位，有地位他就获得更多的权利。所以一个独裁者的思维方式和我们常人是不一样的。所以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经常告诉你，但凡中共的总书记当然主要是现在指的是习近平，但凡他有1秒钟认为他有能力打下台湾，他下1秒钟就会动手，他根本不会等待什么，有什么好说服？根本不用说服，他发动一场这样的战争，他只要把这个调门拉高，党内不会有人反对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一贯的态度就是这样。中共他自己很明白，他没有能力打下台湾，打不下来。大家别以为中国有400万军队，台湾才几十万军队，所以几下就打下来，那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不值得为这样的问题再花时间提问：国民党现任立委的儿子从英国回台，隔离2周期间，让他真的感觉到台湾政府在隔离政策做得很到位。他各送1束花送给行政院长及卫福部长，想藉此感谢全台第一线的防疫人员，结果被同党的蔡正元批评，并要求他辞去立委。请问王老师，政党政治一定是这样立场大于是非吗？欧美民主国家政党的关系是不是也是这么泾渭分明？这也是国内网友提的问题政党政治一定是泾渭分明一定是泾渭分明，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政党的政策要服从于什么？服从于常识那么有的时候呢，政党政治会大于常识，这个不可一概而论，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如果你这个政党因为违反常识被选民抛弃的时候，这个政党也不敢违反常识，所以这里面就是制约。政党的泾渭分明或者政党的统一政策跟什么有关？跟政党的利益有关。政党有的时候利益它会有一个他自己的利益，他有的时候他的利益跟国策相符，大部分情况是符合，他只是他有的时候不那么符合，或者是不那么符合主流利益。
所以它会出现偏差。出现偏差的时候，他自己党内怎么去纠正他的立场，跟什么有关？跟选票有关。他不去纠正这个政党的立场，他就会失去选票，失去选票，他会失去政权。所以这是个最大的牵引力。这个牵引力是干什么？让这些政党跟随常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政党政治它就像一个什么？它就像个钟摆，摆过来摆过去。你摆过头的时候，你这个钟锤就出去了。出去意味着什么？出去就不意味着要么你就被变成国民党泡沫化，要么你就变成这个现在的这个叫什么？不承认大选结果，无非是这两个可能性，跑出去了，就是这样。那么所以你要理解，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不是一个解决方案，民主政治是一个平台，一个机制，它是解决问题的机制和方法，它不是问题消灭的终结。民主政治问题更多，独裁政治才没有问题。为什么？你问题提不出来呀。好，提问：延迟退休配上中国的职场文化，会不会导致人力资源错配更严重，阶级固化更严重，更导致极化？中国职场文化你讲的是什么？你讲的职场文化很多啊，中国的职场文化你可以写10本书。延迟退休会不会导致人力资源的错配？人力资源的错配跟什么有关系？人力资源的错配跟教育有关系。你比如说，我学的是物理学，结果我去干人力资源管理，那我学的专业跟我做的这个职业完全没有关联。那我原来对这个职业训练就等于在学校的教育这个训练都等于浪费啊，这是有错配。中国现在错配的情况非常严重，现在整个的教育体系和现实社会中的需求不匹配，所以你说的人力资源错配的严重，第一个来自于什么？教育系统。第二个系统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现在这个我们通常来说，一个正常的国家最厉害的人应该去哪里？最厉害的人通常去了社会服务部门，最厉害的人，你去看一下美国，那些哈佛大学的那些顶尖的学生，跑到非洲去做这个 NGO， 很多是这些服务社会，最厉害的人。还有厉害的人跑到哪？华尔街。美国最厉害的人跑到这两头去了，这两头最终会变成哪里？变成一个对立的实体啊！就是有些就跑到政府里面去，要么跑到议会里面去，有些就跑到哪里？跑到企业里面去，基本上是这样的形式啊。那么中国的人力资源最厉害的跑到党里面去了啊，跑到最有权力的部分去了，就是这样。所以你说的人力资源错配，大概我讲，如果讲从国家层面来说，大概是这两个方向的问题。所以强干弱枝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中国经常可以制定一些政策，这政策可能是有针对性的政策，但这个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一塌糊涂。为什么？强干弱枝，执行层面有问题啊。提问 CCP 的腐败如果画成一条曲线，王老师根据您的经验，您觉得改革开放40年腐败是越来越厉害，还是江湖时代是腐败的高峰期，后面有所下降？第一个，我们只能评估我们看到的贪腐，肯定跟真实发生的贪腐，没有关联。我们看到的贪腐是中共想让你看到多少，你就看到了多少。他不想让你看到，你也看不到。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跟真实情况不匹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贪腐跟什么有关系？贪腐跟
反贪有没有关系？跟反贪没有1毛钱的关系。比如说像习近平把这个调门拉得很高，不能够顶风作案了啊，收手了哈，现在还不收手，抓的就死罪哈，不管怎么喊，该贪的还得贪啊，这是他们所有的中国官场所有的成员都知道，出事儿了不是因为你贪腐，是因为你出事儿了，你倒霉了啊，你上面出了问题，所以跟你是不是贪腐没有关系啊，跟你的上线出了问题有关系，所以所有的官员都知道，所以不管习近平怎么喊，只要他认为他那条线是安全的，他该贪还得贪，所以没有一个官员会跟着这个调门走，这是第一个。所以调门喊得多高，跟贪污状况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看到的和真实发生的没有关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贪腐跟什么有关系？贪腐跟2样东西有关系。第一个东西就是权力，就是说，政府在市场上对市场的支配的权力越大，那么政府官员贪污的条件越多，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权力怎么贪污？你美国官员，你在市场上，美联储有权利，美联储权利没有办法变现，对吧？你怎么变现？你能决定这个市场利率，你怎么变现？你变不了现。所以你看很多市场经济的国家，政府官员他的在市场上的这个权利没有变现的空间，因为他没有涉及到具体的政策，就是政府在市场上当中，他制定政策的范围非常的小，而这个小的权利都没办法变现。但是中国不同，中国制定了很多政策，中国政府手伸到市场上面上下其手，搬来搬去。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游戏行业做得好好的，突然中国政府说游戏要发许可证，一发许可证不就可以贪污了吗？这样你要送钱了嘛，对不对？因为什么？你没有许可证，你开发了2年的、3年的这个游戏，钱不就白扔了吗？那你多少钱你都得送，这就是这个问题。那你就要看贪腐的情况有多严重，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政府在市场上的权力有多大。那你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脉络是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的脉络就是放松政府对市场的控制，这是第一个方向。中国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中国不可能有第2大经济体的地位。那么从这个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到江，一直到湖的方向都是什么？放松对市场的管制。到了习近平，加强管制。他不仅加强管制，而且加强国有企业的份额。国有企业是什么？国有企业就是贪腐机构啊，对吗？那直接抓到自己手里，那不更方便？所以从这2个角度来说，习近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就是市场必须存在市场。你没有市场经济，光有权力没有用。你毛泽东时代、刘少奇时代，你那些贪污能像现在一贪1000亿吗？贪不了。为什么？你没有市场，权力没办法变现。你要有市场，有独裁的权利，那就能变现。这就是，所以你不用一点都不意外。这个从整个的脉络来看，习近平时代一定是中国迄今为止贪腐的最高峰。为什么？因为政府对市场的权力最大，然后市场规模也最大。因为中国已经到今天已经变成第2大经济体了，那么政府权力有这么大，市场有这么大，变现能力这么强，那不就贪腐呗？又没有人监督，大家都不能够妄议中央，不能妄议政府，以文字狱这么严重，整个媒体全部闭嘴。在这种情况下，这不是对贪官来说，这不是完美的？我只要跟着这个习，服从他，跟随他，我怎么贪
都没事，我不使劲贪嘛。所以你说这个胡温，你说什么？说这个谁是江湖时代是贪腐的高峰期，不对。习近平时代一定是迄今为止中共贪腐的最高峰。习近平有所下降，你疯了，他只是不让你说而已。你怎么知道底下贪了多少钱？我认为是越贪越多，这就是道理啊。情况反腐对基层毫无作用。根据身边经历，某政协副秘书长贪污吐出500万后平安落地，某局领导犯严重错误导致刑事责任，被检察院公诉，不予处罚，对手下仅执行管制。该领导调任其他部分继续当副局长。在体制内被抓出来的，就如王老师所说，至今农村体制内腐败无法挽救。官员们在常年的网络举报中形成了一套应对办法，找当事人威胁其父母，把跟当事人有关的人拉进来，然后直接戴上政治不正确的高帽子，或者是直接以兜底罪定罪。现在什么情况？现在贪腐更厉害。为什么更厉害？第一，你看媒体不说话了吧？原来的所有的调查记者全部都，所有报社的调查组调查新闻调查组调查单位全部都撤掉了，对吧？新闻单位现在全部都是用通稿了，没有自己的稿子。新闻单位的监督曝光不存在了，然后这个文字狱不存在了，这是大行其道啊，记者不敢写东西了。社交媒体上的你不敢乱发言，你乱发言直接警察就抓你，请你喝茶好，哪有那么客气，直接就给抓了。所以这些东西上来之后，贪腐最大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跟正确人，你只要跟着习这条线，就使劲贪呗啊！观点：美国的决策层被制度、社会、媒体严格监控，才造成他们的权力无法变现。那你如果以贪污这个情况来比，那美国，你像那个日本最搞笑，说这个请吃，说有一个官员吃饭吃了几千块钱人民币吧，合起来几千块钱人民币，辞职，鞠躬下台。你说这个在中国这不搞笑吗？真的是。提问：西方国家不断发钱给民众，会不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西方国家民众疫情期间没有地方消费，大部分在家买，又是中国得好处哈。中国得好，这么容易中国就得了好处哈。OK， 我们不答吧，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不答了，好吗？提问：国民党现任，这个我已经答过了。观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评估过要牺牲西安以东城市的准备。武统是共产党大内宣主轴，也是安慰剂之一。朱成虎的话是这样，他说我们愿意牺牲掉西安以东的城市。他的意思是我愿意牺牲掉这么多城市，但是他也没有说他有把握，没说他有把握那个进攻成功。为什么哈？这跟什么有关系？跟几个因素有关。第一个，登陆作战，老实讲，登陆你光说把台湾摧毁掉那是一回事，你要去占领一个地方是另外一回事。摧毁它不用登陆，你直接就不断的发导弹就行了，对吧？导弹轰炸摧毁它，但你不是摧毁它，你是要占领它，占领它你就要登陆，登陆你需要什么？登陆需要登陆作战的能力。那么中国现在有没有登陆作战能力？没有啊，因为台湾其实登陆作战的时间窗口是非常狭窄，其实就来去来回就那几段时间，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就2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台湾海峡适合登陆的海象跟气候，其他的时间不适合，波涛汹涌，
台湾海峡波涛汹涌，没有那么长时间给你登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台湾的这个西岸适合登陆的地点，总共呢也就是不超过10个。那你想一下，那台军在这几个地点进行布防的空间、时间，其实台去来回就这点时间。那你想想看，对谁有利？所以不容易的，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很多人不讨论这个问题，其实要讨论这个问题。你登陆艇有什么样的登陆艇？你多少个登陆艇？你看看台湾现在什么情况？它守军有什么设备？地表上最厉害的坦克，它已经有了很多了。那些坦克就放到那儿，你想想看。所以奢谈武统，其实都是刚才这个网友说的很对，安慰剂之一啊，保持一种心理优势啊。很多大陆的网友喜欢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当自己感觉好一点，但是其实跟你没有1毛钱关系，对吧？你该强拆还是该强拆？你该这个严打还是严打？跟你有什么关系？情况，加拿大有把原住民儿童强迫从身边带走，送给他们参加residential school 的黑历史。当时政府以为原住民文化是未开化，自以为这么做是教化善意之举，但实际上对这些儿童造成严重的心灵创伤。现在政府和民间还在为此反思，尽量弥补。维族教育营在加拿大人来看和 residential school 无异，绝对不可接受。把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个计划和新疆的这个教育营相提并论，别有用心啊！为什么？你想一下，新疆的教育营其实就是集中营。集中营是什么？集中营是惩罚，它的利益就是要惩罚他们，没有善意，没有1毛钱的善意。所以上百万人被关进集中营是对他们进行惩罚，而且这个集中营还在扩建当中。所以呢，这件事情和加拿大把原住民的孩子觉得你的生活那么苦，又没有教育，怎么办？我把你送到这个我们现有的这教育文明的教育系统里面抚养成人。这是出于什么？这是出于善意，叫花钱的，这是善意。这2个完全是不同的东西，这是出于善意，那个是出于恶意。而且你在教育营试一下，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那就是集中营啊。这跟当年的希特勒没有区别。希特勒当年一开始的时候也叫教育营，没有说集中营，慢慢就变成了集中营。所以把加拿大这个计划和这个，当然他们后来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做错了，我们先自以为是，我们这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加拿大的政府也好，加拿大的民众也好，向原住民道歉，补偿他们。你看看新疆发生的事，这两样是一样吗？肯定不一样。把这2件事情相提并论，绝对是别有用心，极其恶毒啊！我认为是这样。情况，朋友某天上班路上被摩托车撞骨折，因为在住院时跟医生说被车撞，所以按第三方责任处理，说是要对方去沟通要钱，社保1分不给报销，全额自费8万。中国现在的医院既没有道德的约束，又没有法律的约束，然后这些病人就像砧板上的鱼肉一样，任人宰割。而且这个医院的这些医生宰起病人来，完全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所以无数的中国的家庭就被医院，其实中国的医院就是一个屠宰场。所以中国是一个很可怕的，就是医疗系统是个非常黑暗、非常可怕的系统啊。这是
中国无数的家庭悲剧都是医院造成，就是过度治疗、过度收费，使劲的，就是说你无法想象，在医院里的这些医生，我不能说全部哈，我们还是要周延一点。医院里的医生，大部分的医院里的医生良心泯灭，不是个别，也不是一小部分，是大部分。所以中国的病人才会，中国的这个家庭悲剧，大部分来自于什么？来自医院啊。提问：上海市宣传部副部长徐威空降这个凤凰卫视总裁，请问王先生对香港的舆论界未来的发展情况怎么样？怎么看？基本上在香港就剩下了苹果日报了。那么已经中共对香港舆论，从香港1997年回归之前，中共已经有系统的对香港的媒体，电子媒体、平面媒体、网络媒体进行有系统的控盘、打压、收买、威胁利诱啊，这无所不用其极的对付香港媒体。那么发展到现在，大体上是这样，传统媒体可能就剩下了苹果日报，还是个独立的报纸，其他已经没有独立性，我不是说全部已经被收买，就它已经没有独立性，它没有办法，它的编辑部已经没有办法自主性的安排新闻，也就是说，他批评中国、批评特区政府的这个嘴巴就被封住了啊，这是一个。但是香港的声音并没有完全被阻止啊，为什么？因为香港还有自媒体啊，香港的自媒体成为为香港发声、为香港未来发声、为香港的人民抵抗中共的这个倒行逆施发生的主力军，就是香港的自媒体。所以香港的传统媒体已经基本陷落了，那剩下了苹果日报啊。大体上中国的舆论的环境就是一个这样，香港的舆论环境就是这样子啊。那么所以呢，为什么这个中共要对平面的自媒体平台下功夫啊？要搞定 YouTube， 要搞定 Twitter， 要搞定这个那个，他搞定了平台，那不就上面的那些自媒体不都搞定了吗？所以这是他们为什么要下功夫从资本角度，从这个人员角度去搞定他们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啊。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李克强和习近平的关系？在一些脱贫对外开放的问题上，是不是李要稍微客观理性一点？他们都是共产党，他们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都是中共的核心领导，所以这是他们的共性，这么共性比差异要大得多得多。所以在对待所有对外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没有区别。他们会有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来自于他们不同的岗位的不同的角度，会有一些差异。但是你要知道，中共的这个系统，组织系统非常的强大。无论是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都没有能力脱离他的整个的党系统来独自发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他们的工作、职务行为都是反映了中共的意志，而不是他个人的意志，他没有这么大的空间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千万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西方国家在看待中国问题的时候，经常有个普遍性的误解，就是熊猫派，就是美国的熊猫派，他们把中共分成两派，一派叫这个开明派，一派叫保守派。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支持开明派，这个压制保守派，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开明的赵紫阳，保守的李鹏。其实他搞错了，其实他都是共产党，他们共性99%是一样的，只有不同的地方就是长得脸不一样，
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他们执行的都是中共的政策，所以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误判，最核心、最根本、最深刻的错误是什么？就是认为中共内部是有两派，这是最深刻的错误。中共内部是有两派，但是不是开明派跟保守派，他们之间，中共是有一派是当权派，一派是不当权派，靠边站派，就这两派。但大家记住，永远是叫什么？永远是当权派，他说了算，不当权靠边站的说了不算，就这么简单。中共内部有激烈的、不可调和的权力斗争，从中共诞生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他们在政策上没有区别，所以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那些研究中国问题专家一直没搞懂的问题。这个问题他们搞不懂的话，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中共，所以他们永远是隔靴搔痒，原因就在这里啊。好，明谢，米卡卡，谢谢 ，John Snow， 谢谢，Foreign Forest， 谢谢 ，Elena Ma， 谢谢 ，Helen， 谢谢。好谢谢王老师，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我在喝。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